一只油乎乎的蒲扇大手啪地攥住张屠户的衣领。我爹是容不下，他容不下你这种坏人。我200斤的身子单手把张屠户拎得双脚离地，县衙青石板被我踩得咚咚裂细纹。张屠户脸涨成豬肝。放开我！我姐夫是知府，弄死你们全家！我眉头一皱，像扔重物一样随手一甩，张屠户像破麻袋般重重砸落在地，摔得浑身發麻，动弹不得，只能滿地打滾，嗷嗷叫嚷。我左一拳右一腳，打手們像炮彈一樣飛出去撞牆。我爹叉着腰哈哈大笑：好闺女，打得好！看誰還敢欺負清溪县百姓！大楚景和3年，清溪县正午的日头毒得像泼了滾油，县衙大堂的青石板都被曬得發燙，堂外傳來一陣驚天動地的拍門聲。救命啊！容大人，容青天，你可得我們做主啊！正在后堂啃第3只酱肘子的我手一顿，爹，又有人喊你了。我对面坐着的清溪县令容不下，正捧着一碗糙米饭，就着一碟咸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听见喊声，他头也不抬，筷子夹菜的速度反而更快了。不急，让他们先含会儿，等我把这碗飯吃完。我眨了眨圓溜溜的大眼睛，把最後一口肘子肉塞進嘴裡，油乎乎的手在衣襟上蹭了蹭。爹，你昨天不是說百姓的事比天大嗎？容不下扒拉完最後一口飯，放下碗，抹了抹嘴，這才慢悠悠地站起身。他身材中等，皮膚黝黑，穿着洗得發白的官服，看起來像個老實巴交的農夫，半點官架子都沒有。那是對百姓，對我自己，吃飯比天大，吃飽了才有力氣給他們做主。說着，他整了整官帽，大步流星地走向大堂。剛才還一臉懶散的神情，瞬間變得嚴肅銳利，眼神裡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正氣。我跟在他身後，一步3晃。我今年16歲，身高7尺，體重足有200斤，走起來地動山搖，縣衙的地板都跟着微微顫抖。因為我爹姓容，又生得千斤重，清溪縣的百姓都親切地叫我容千金。大堂裡跪着10幾個衣衫襤褸的百姓，看見容不下出來，立刻磕頭如搗蒜。容大人，求您救救我們！张惡霸把我們的田地都搶了，還打死了王老漢。容不下一拍驚堂木，聲音洪亮如鐘：豈有此理！張屠戶竟敢如此膽大妄為！李捕頭，帶人去把張屠戶給我抓來，誰敢阻攔，格殺勿論！大人，張屠戶的姐夫是知府大人啊！知府大人又如何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別說他是知府的小舅子，就是皇親國戚，在我清河縣犯了法，我也容不下他。他抓起腰間的佩刀，就要親自去抓人，我連忙拉住他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容不下回頭看了看我壯碩的身軀，滿意的點點頭。好，有我閨女在，看誰敢動我。一行人浩浩蕩蕩的來到張屠戶家，張屠戶正帶着幾個打手在院子裡喝酒，看見容不下帶着人來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嗤笑一聲：容縣令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闖我的宅子！張屠戶，你強占民田，打死百姓，我今日就要拿你歸案。拿我？哈哈哈哈！我姐夫是知府，你敢動我一根手指頭，我讓你烏紗帽不保！容不下氣得渾身發抖，拔出佩刀就要衝上去。就在這時，我上前一步，伸出蒲扇般的大手，一把抓住張屠戶的衣領，像拎小雞一樣把他拎了起來。你姐夫是知府又怎麼樣？我爹是容不下，他容不下你這種壞人！張屠戶被拎得雙腳離地，臉漲得通紅，拼命掙扎。放開我！你這個死胖子！我眉頭一皺，手一甩，把張屠戶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只聽咔嚓一聲，張屠戶的胳膊斷了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其他打手見狀，紛紛抄起家步衝了上來。我不慌不忙，左一拳右一腳，3下5除2，就把他們全都打趴在地。我力氣極大，一拳就能把人打飛出去。院子裡頓時一片鬼哭狼嚎。容不下看着目瞪口呆，隨即叉着腰哈哈大笑：好閨女，打得好！看誰還敢欺負清溪縣百姓！李捕頭和眾捕快也看傻了，他們早就聽說容縣令的女兒力氣大，沒想到竟然大到這種地步。當天，容不下就把張屠戶關進了大牢，把搶來的田地還給了百姓。清溪縣的百姓都拍手稱快，紛紛稱讚容不下是青天大老爺，稱讚我是女中豪傑。晚上，縣衙裡擺了一桌慶功宴，我一個人就吃了半桌子菜，看得容不下直咧嘴。容兒啊，容不下一邊給我夾菜，一邊憂心忡忡地說：你吃這麼多，力氣是大了，可是萬一遇到危險，你跑不動辦？爹這把老骨頭可背不動你呀！我嘴裡塞滿了紅燒肉，含糊不清地說：你爹別怕，我吃得多，力氣大，沒人能打得過我。
要是真打不過，我就把他们都打趴下，然后再慢慢走。你懂什么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张屠户的姐夫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万一他派人来报复，你这么胖，目標太大，跑都跑不掉。不行，爹得給你想個辦法。我沒當回事，繼續埋頭幹飯。我覺得爹就是杞人憂天，有我在，誰也別想傷害爹。可我沒想到，爹這次是認真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還在睡覺，就被容不下叫醒了。蓉兒，快起來！爹給你請了師傅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迷迷糊糊地跟着爹來到院子裡。只見院子裡站着6個女人，個個氣質不凡，眼神銳利。容不下指着他們，一一介紹道：這位是大師傅柳紅茵，以前是邊關的女將軍，武功天下第一。這位是二師傅蘇飛燕，江湖上人稱踏雪無痕，逃跑功夫無人能敵。這位是三師傅莫玄機，莫家傳人，機關暗器樣樣精通。這位是四師傅花想容，易容術出神入化，能把男人變成女人，把老人變成小孩。這位是五師傅白靈，能和鳥獸說話，馴獸術天下無雙。這位是六師傅蘇錦，天下第一情報販子，沒有他不知道的事兒。我看得目瞪口呆。爹，你請這麼多師傅來幹什麼？當然是教你本事啊！爹思來想去，光有力氣還不夠，你得學會武功，學會逃跑，學會機關，學會易容，學會馴獸，學會收集情報，這樣萬一遇到危險，你才能保護自己。蓉兒，爹不求你能光宗耀祖，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活着。爹就你這麼一個女兒，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爹也活不成了。看着爹眼中濃濃的擔憂，我心裡一暖，我用力點點頭。爹，我學，我一定好好學，學會了保護你。就這樣，我開始了我的魔鬼訓練生涯。大師傅柳紅英是個暴脾氣，第一天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。就你這一身肥肉，還想學武功？柳紅英抱着胳膊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裡滿是不屑。我柳紅英從來不收廢物徒弟。我不服氣地說：我力氣大，我能一拳打死一頭牛。力氣大有用嗎？柳紅英冷笑一聲：真正的高手能在你出拳之前就殺了你。你這麼胖，動作遲緩，就是個活靶子。他說着，身形一閃，就到了我身後，一掌拍在我的背上。我只覺得一股大力傳來，整個人向前撲去，摔了個狗啃泥。看到了嗎？你連我一招都接不住，還說什麼保護你爹？我從地上爬起來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眼神變得堅定起來。我能學，我一定能學會。好，有志氣。那從今天開始，你每天寅時起床，先繞着清溪縣跑10圈，然後扎馬步2個時辰。什麼時候你能在半個時辰內跑完10圈，扎馬步3個時辰紋絲不動，我再教你武功。我倒吸一口涼氣，繞着清溪縣跑10圈，那可是50里地啊！我這麼胖，走1圈都累得夠嗆，更別說跑了。但我沒有退縮。第二天寅時，天還沒亮，我就準時起床，開始跑步。剛開始，我跑幾步就喘得不行，汗如雨下，衣服都濕透了。跑了不到1圈，我就累得癱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來了。柳紅英站在一旁，冷冷地說：怎麼，這就不行了？要是連這點苦都吃不了，你還是趁早放棄吧。我咬着牙從地上爬起來，繼續跑。我一步一步地挪着，哪怕是走，也要走完10圈。等我終於走完10圈，回到縣衙時，太陽已經升得老高了。我累得直接倒在地上，連動一根手指頭的力氣都沒有了。容不下心疼的不行，連忙給我端水擦汗。蓉兒，要不咱不學了，爹養你一輩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學會，我要保護爹。就這樣，我每天堅持跑步、扎馬步。二師傅蘇飛燕也開始教我逃跑的技巧。逃跑也是一門學問，真正的逃跑高手不是跑得最快的，而是最會利用地形的。你要學會觀察周圍的環境，找到最適合逃跑的路線，還要學會隱藏自己的蹤跡，讓敵人找不到你。他教我如何翻牆越脊，如何在樹林裡穿梭，如何在水裡憋氣，如何在雪地裡不留腳印。三師傅莫玄機則教我機關暗器。機關暗器是弱者的武器，但也是最有效的武器。莫玄機說，有時候一個小小的機關就能打敗一個武功高強的敵人。你要學會製作各種機關陷阱，學會使用各種暗器。他給我講解機關的原理，教我如何製作絆馬索、線風、飛劍、毒針。我學得很認真，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巧。四師傅花想容教我易容術。易容術不僅能改變你的容貌，還能改變你的身份。
有时候換一張臉就能躲過殺身之禍。他教我如何制作人皮面具，如何改变聲音，如何模仿別人的言行舉止。我學得很快，沒過多久就能把自己變成一個老太太，連容不下都認不出來。武師傅白靈教我馴獸術。動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，它們比人更忠誠，更可靠。學會馴獸術，你就能讓各種動物為你所用。他教我如何和動物交流，如何訓練狗、貓、鳥、蛇等各種動物。我天生就有親和力，動物們都很喜歡我，學得也特別快。六師傅蘇姐教我收集情報。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情報是最重要的，只有了解敵人的一切，才能打敗敵人。他教我如何打探消息，如何分析情報，如何建立情報網絡。我記憶力極好，過目不忘，學起情報來事半功倍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在6個師傅的魔鬼訓練下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的體重從200斤降到了120斤，身上的肥肉變成了結實的肌肉，原來圓乎乎的臉蛋變得稜角分明，眼睛又大又亮，皮膚白皙細膩，變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大美女。我的武功也突飛猛進，不僅能接柳紅英幾十招，還能和她打得有來有回，逃跑功夫更是青出於藍，連蘇飛燕都追不上我。機關暗器、易容術、馴獸術、情報收集，我樣樣精通。容不下看着脫胎換骨的我，既開心又心疼。開心的是我終於學會了保護自己的本事，心疼的是我吃了這麼多苦。蓉兒，辛苦你了。爹，我不辛苦。现在我能保護你了，以後誰也別想欺負你。就在這時，京城來了一道聖旨，容不下因為政績卓著，被升為監察御史，即刻赴京任職。容不下接到聖旨，非但沒有開心，反而嚇得臉都白了。容不下在院子裡來回踱步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京城那是什麼地方？那是龍潭虎穴呀！到處都是達官貴人，隨便一個人都比我官大。我這脾氣到了京城肯定要得罪人，到時候不僅我自己小命不保，還要連累蓉兒。蓉兒，要不咱不去了？爹還是回青石縣當縣令吧，至少安全。爹，聖旨都下來了，不去就是抗旨，那可是殺頭的罪啊。那怎麼辦？到了京城，肯定有很多人想害我。你雖然學會了本事，但京城高手如雲，萬一……爹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還有6位師傅在，誰也別想傷害你。再說了，你不是常說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嗎？到了京城，你就能彈劾更多的貪官污吏，為更多的百姓做主了。容不下想了想，嘆了口氣。你說的對，我容不下這輩子別的本事沒有，就是容不得壞人。為了百姓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我也闖一闖。他立刻開始收拾行李，與其說是收拾行李，不如說是收拾逃命的裝備。他給我做了5件軟圍甲，從裡到外穿在身上，又給我準備了各種暗器、毒藥、解藥。他還在馬車裡挖了個暗格，裡面放了乾糧、水、金銀珠寶，還有一把鋒利的匕首。蓉兒，記住，到了京城，凡事都要小心，遇到危險不要管爹，自己先跑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我點點頭，心裡卻暗暗發誓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都不會丟下爹一個人。就這樣，容不下帶着我和6位師傅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。京城果然和清溪縣不一樣，街道寬的能並排跑8輛馬車，酒樓的招牌比縣衙大門還高。容不下剛下馬車，腳還沒站穩，就被一個飛奔而過的小厮撞了個趔趄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薅住小厮的後領，像拎兔子一樣把他拎了回來。走路不長眼睛啊！我瓮聲瓮氣地說，聲音還是帶着點當年胖姑娘的渾厚勁兒，配上我現在亭亭玉立的模樣，反差感直接拉滿。小厮嚇得魂飛魄散，連滾帶爬的跑了。容不下拍着胸口，心有餘悸地說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京城果然危險，剛到就差點被人撞飛。蓉兒啊，你那3層軟氣甲穿好了沒？穿好了。暗器都帶齊了沒？”說着，他從懷裡掏出一個鐵鍋扣在頭上。爹早就準備好了，這個能防暗器。爹，這是你當年炒菜用的鐵鍋吧？能防就行。當年在清溪縣有一次張屠戶扔菜刀，就是這個鐵鍋救了爹的命。6位師傅在後面憋笑，逼得肩膀直抖。柳紅英輕咳一聲：“行了，先去御史府安頓下來再說。”御史府是朝廷分配的宅子，雖然不大，但五臟俱全。我剛把行李放下，就看見容不下拿着錘子、釘子在院子裡叮叮當當忙個不停。爹，你在幹嘛呢？挖暗道啊！東邊通菜市場，西邊通茅房，南邊通護城河，北邊通隔壁王寡婦家。
萬一有人來抓我們，我們從暗道就能跑。爹，我們是來當官的，不是来當逃犯的。當官才危險。京城的官今天還在朝堂上喝茶，明天可能就脑袋搬街了。爹，这叫未雨绸缪。他话音刚落，六师傅苏锦就摇着扇子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看热闹的笑容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老爺剛上任就收到了37封舉報信，全是告戶部侍郎王八皮的。這家伙貪了300萬兩白銀，還強搶了28個民女，連隔壁老王家的老母雞都沒放過。容不下一聽，當場就炸了。豈有此理！連老母雞都搶，這還是人嗎？我明天就彈劾他。爹，王八皮是宰相的門生，我們剛到京城，根基未穩，先收集證據再說。等我們收集完證據，老王家的老母雞都被他燉成湯了。我容不下，等不起，老母雞也等不起。他甩開我的手，大步流星地走向書房，提筆就寫奏折。我無奈地搖搖頭，轉頭對6位師傅說：得，又來活了。大師傅，明天你跟着爹上朝，記得把他那個鐵鍋頭盔帶上。二師傅，你去王八皮家附近踩點，順便看看能不能偷幾隻他搶來的老母雞回來燉湯。三師傅，立刻在御史府布置機關，重點是廁所和廚房，爹最在乎這2個地方。四師傅，你易容成賣豆腐的，去王八皮家門口晃悠，吸引注意力。五師傅，讓你的麻雀軍團去王八皮家拉屎，重點拉他的官帽上。六師傅，你去收集王八皮貪污的證據，越多越好，順便把他搶老母雞的賬也記上。6位師傅齊聲應道：哈哈，收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容不下戴着鐵鍋頭盔，雄赳赳氣昂昂地上朝去了。朝堂上，他果然把王八皮彈劾了個底朝天，連王八皮搶了老王家3隻老母雞都寫得清清楚楚。滿朝文武都驚呆了，他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剛的御史，連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敢拿到朝堂上說。皇帝也憋笑憋得臉通紅，咳嗽了一聲說：榮御史，朕知道你愛民如子，但搶老母雞這種事兒，陛下，老母雞是百姓的命根子，他連老母雞都搶，還有什麼事兒做不出來？今天他搶老母雞，明天他就敢搶國庫。王八皮氣得渾身發抖，指着容不下說：你胡說八道！我什麼時候搶老王家的老母雞了？你還敢狡辯？這是老王家的口供，還有鄰居的證詞，連老母雞下的蛋的數量都寫得清清楚楚。你搶的那隻鹿花雞，每天下1個蛋，已經連續下了3年07個月了。滿朝文武再也忍不住，哄堂大笑。宰相的臉黑得像鍋底，皇帝強忍着笑。此事着大理寺徹查。容不下得意洋洋地回到御史府，剛進門就喊：蓉兒，爹厲害吧？把王八皮懟得啞口無言。我正在院子裡啃雞腿，頭也不抬地說：厲害厲害，爹你最厲害了。不過我得提醒你，王八皮肯定會來報復的。怕什麼？有我閨女在，還有6位師傅在，他能把我怎麼樣？他話音剛落，就聽見外面傳來一陣震天的喊殺聲。大人，不好了！王侍郎帶着5000兵把我們御史府包圍了，說要抓你這個誣告朝廷命官的反賊。僕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稟報，容不下嚇得手裡的茶杯都掉在了地上，轉身就往暗道跑。完了完了，快跑快跑！蓉兒你斷後，爹先去茅房那邊的暗道躲躲。爹，跑什麼？正好讓他們見識見識我們的厲害。三師傅，啟動1級防禦，先給他們來個天降驚喜。莫玄機微微一笑，按下了手中的机關。只聽轟隆一聲，御史府的大門突然打開，無數臭雞蛋、爛菜葉、泥巴團子像雨點一樣砸向外面的官兵。官兵們猝不及防，被砸得滿頭滿臉都是，一個個變成了泥人。為首的將軍氣得暴跳如雷：放箭！給我放箭！射死他們！官兵們紛紛搭弓射箭，箭如雨下，但我們早就躲在了盾牌後面，箭根本射不到我們。等箭雨停了，我对白灵說：武師傅，該你的東武軍團上場了。白灵吹了一聲口哨，頓時從四面八方湧來了無數的麻雀、老鼠、蛇、蜈蚣，還有幾十條惡犬和10幾隻猴子。麻雀們專門啄官兵的眼睛，老鼠們往官兵的褲腿裡鑽，蛇和蜈蚣在地上爬來爬去，嚇得官兵們哇哇大叫。猴子們更壞，他們跳到官兵的頭上，搶他們的帽子，扯他們的頭髮，還往他們脖子裡塞毛毛蟲。最絕的是蘇飛燕，
他施展輕功，在官兵們頭頂上飛來飛去，一邊飛一邊往下扔臭豆腐，那味道簡直是生化武器。官兵們被燻得頭暈眼花，紛紛扔下武器，捂着鼻子就跑。我站在房頂上，叉着腰哈哈大笑。就這點本事，還敢來惹我們御史府？告訴王八皮哦，下次再來，我就往你們頭上扔大糞！將軍氣得臉都綠了，卻又無可奈何，只能帶着殘兵敗將狼狽不堪地逃跑了。御史府里，容不下從暗道裡探出頭來，小心翼翼地問：“走了嗎？都走了吗？”“走了，爹。”我跳下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都被我們打跑了。”容不下鬆了一口气，拍着胸口說：“吓死爹了！不过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王八皮呱呱叫。晚上加菜，炖老母鸡。”就是二師傅買回來的那隻滷花雞。蘇飛燕從懷裡掏出一隻肥碩的滷花雞，笑着說：“早就準備好了，還順便買了醉仙樓的一壇好酒。”當天晚上，御史府裡擺了慶功宴，大家一邊吃着燉老母雞，一邊喝着好酒，笑得前仰後合。可我知道，這只是開胃小菜，宰相和王八皮不會就這麼算了，更大的好戲還在後頭。果然，沒過多久，宰相就向皇帝告狀。容不下私藏妖物，襲擊官兵，意圖謀反。皇帝半信半疑，派了個太監來御史府查看。我早有準備，我讓白翎把所有動物都藏了起來，摸玄機把機關都恢復了原樣，還在院子裡擺了幾盆花。太監在御史府裡轉了一圈，只看到容不下在院子裡餵雞，我在旁邊繡花，6位師傅在樹下喝茶下棋，一片祥和景象。太監什麼都沒發現，只好回宮向皇帝復命。皇帝聽了，把宰相狠狠訓斥了一頓，說他小題大做，還賞了容不下100兩銀子，讓他好好養雞。宰相吃了癟，心裡恨得牙癢癢。他知道明的不行，就來暗的。當天晚上，月黑風高，20個頂尖黑衣刺客翻牆進入了御史府，他們的目標是取下容不下的項上人頭。但他們剛跳進院子，就觸發了莫玄機布置的痒癢粉大陣。刺客們瞬間覺得渾身奇癢無比，忍不住挠了起来，越挠越癢，最後都躺在地上打滾，連刀都拿不住了。剩下的5個刺客好不容易躲過痒癢粉，來到容不下的房門外。他們剛要破门而入，就看見房門突然打開，我穿着睡衣，打着哈欠走了出来。大半夜的不睡覺，吵什麼吵啊？我揉着眼睛說。刺客們看到我是個嬌滴滴的小姑娘，都不以為意。為首的刺客冷笑一聲：“小丫頭识相的就滾開，不然連你一起殺！”我打了個哈欠，伸出手，一把抓住為首刺客的脖子，像拎小雞一樣把他拎了起來。你說誰是小丫頭？我眯着眼睛說，手上微微用力。刺客只覺得脖子像被鐵鉗夾住了一樣，喘不過氣來，臉漲得通紅，拼命掙扎。其他刺客見狀，紛紛揮刀砍向我。我不慌不忙，把手裡的刺客當武器，抡着它轉了一圈。只聽砰砰砰幾聲，其他刺客都被撞飛了出去，摔在地上動彈不得。我把手裡的刺客扔在地上，拍了拍手。就這點本事，也敢來當刺客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把刺客們都綁起來，帶到容不下面前。容不下嚇得躲在床底下，探出頭來說：“都抓住了，沒受傷吧，容兒？”“沒事兒，爹。這些刺客還不如清河縣的地痞能打呢。”就在這時，6師傅蘇景走了進來。“好消息，我查到了王八皮貪污的全部證據，還有他和宰相勾結的書信。這次我們能把他們一鍋端了。”容不下從床底下爬出來，興奮地說：“太好了！明天我就上朝，把這些證據交給陛下，看王八皮還怎麼囂張。”第二天，容不下把證據交給了皇帝，皇帝看了，龍顏大怒，立刻下令將王八皮打入大牢，抄沒家產。宰相因為包庇王八皮，被皇帝罰了3年俸禄，還被撤了幾個重要職務。這件事過後，容不下在京城名聲大噪，百姓們都稱他為容青天，而我則因為用臭雞蛋和臭豆腐打退官兵，徒手拎刺客的光輝事跡，被人們稱為御史府霸王花。王八皮倒台後，容不下徹底放飞自我，他每天上朝的第一件事就是彈劾貪官污吏。今天彈劾這個縣令貪了百姓的西瓜，明天彈劾那個知府搶了百姓的豬肉，後天彈劾那個將軍私吞了士兵的軍饷。短短3個月，就有23個官員被容不下拉下馬。這些官員大多是宰相的黨羽，宰相恨容不下，恨得咬牙切齒，卻又拿他沒辦法。我則每天帶着6位師傅在京城到處行俠仗義，看到有人欺負百姓，我就上去把人揍一頓。看到小偷偷東西，我就把小偷扒得只剩內褲，讓他舉着我是小偷的牌子遊街。看到貪官污吏欺壓百姓，我就半夜偷偷潛入他們家，把他們搶的金銀珠寶分給窮苦百姓。京城的百姓都把我當成了活菩薩，而貪官污吏們則對我聞風喪膽。只要一聽到容千金3個字，嚇得腿都軟了。這天，6師傅蘇瑾急匆匆地跑了回來，臉上帶着前所未有的嚴肅。容兒，出大事了！
我查到宰相和三皇子正在暗中勾結，準備謀反。正在啃猪蹄的我手一頓，豬蹄掉在了桌子上。什么？谋反？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可不是嘛！三皇子一直觊觎皇位，宰相想拥立三皇子登基，自己当摄政王。他们已经暗中招兵买馬，囤积了足夠10萬大軍吃3年的糧草，還買通了禁軍統領，準備在下個月皇帝去圍場狩獵的時候動手。我倒吸一口涼氣。謀反可是株連9族的大罪，宰相和三皇子竟然真的敢這麼做，這件事還有誰知道？目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，我是在宰相府的一個丫鬟那裡得到的消息。那個丫鬟是我3年前安插進去的，絕對可靠。而且我還查到，他們準備在動手之後，第一個就殺了我們全家，以絕後患。我沉思片刻，突然眼睛一亮。太好了，這可是個天大的好機會。好機會？對啊，我們正好可以將計就計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這樣不僅能為民除害，還能讓爹升官發財。以後我們就再也不用怕有人來找麻煩了。我立刻去找容不下，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。容不下聽了，當場就暈了過去。我掐了半天人中，才把他掐醒。完了！謀反啊！這可是要滅門的！蓉兒，我們快跑吧！現在收拾行李回清溪縣還來得及。跑什麼跑？爹，這可是我們立大功的好機會。只要我們揭發了他們的陰謀，陛下一定會重賞我們的。到時候你就是大楚第一功臣。我不要當什麼功臣，我只想平平安安的活着。萬一失敗了，我們全家都要被砍頭。不會失敗的，有我和6位師傅在，保證萬無一失。而且我們可以先把這件事告訴太子，太子一直和三皇子不和，他一定會幫我們的。容不下想了想，還是覺得太危險。不行，太冒險了，我們還是跑吧。爹，如果我們跑了，宰相和三皇子謀反成功，天下的百姓就要遭殃了。你不是常說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嗎？現在正是造福天下百姓的時候，你怎麼能臨陣脫逃呢？容不下沉默了，他雖然膽小怕事，但心裡還是裝着百姓的。過了很久，他才嘆了口氣。好吧，爹聽你的，不過你一定要答應爹，千萬不能冒險，萬一情況不對，我們立刻就跑。放心吧，爹，保證完成任務。當天晚上，我就帶着蘇瑾偷偷去了太子府。太子聽了我們的話，又看了蘇瑾收集到的證據，氣得渾身發抖。好個宰相，好個三皇子，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容姑娘，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立刻稟報父皇，做好防備，絕對不會讓他們的陰謀得逞。我搖搖頭。太子殿下，現在還不能稟報陛下。為什麼？太子疑惑地問。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些間接證據，還不足以定他們的死罪。如果現在稟報陛下，他們肯定會矢口否認，反而會打草驚蛇。不如我們將計就計，假裝不知道他們的陰謀，等他們動手的時候再一網打盡。這樣人贓並獲，他們就再也無法抵賴了。好主意，容姑娘，你真是太聰明了。那你說，我们該怎麼做？我湊到太子耳邊，嘀嘀咕咕地說了半天。太子聽了，連連點頭，臉上露出了佩服的笑容。容姑娘，你這計策真是太絕了。這次要是能成功平定叛亂，你就是頭功。從太子府出來，蘇瑾好奇地問：蓉兒，你跟太子說了什麼？到時候你就知道了。保證讓宰相和三皇子死得很難看。接下来的1個月，我和6位師傅都在為即將到來的大戰做準備。莫玄機製作了大量的機關暗器和炸藥，白靈訓練了一支由老虎、獅子、豹子、老鷹組成的猛獸軍團，蘇飛燕則去了圍場，熟悉地形，繪製逃跑路線。花小蓉製作了幾十張人皮面具，蘇瑾則繼續收集宰相和三皇子的動向。柳紅英則每天帶着我練武，確保我能在戰場上保護好自己。容不下則每天都在挖暗道，把御史府的暗道挖得四通八達，連城外的亂葬崗都通了。他還準備了20個包袱，裡面裝滿了金銀珠寶和乾糧，隨時準備跑路。終於到了皇帝狩獵的日子，這天皇帝帶着太子、三皇子、宰相和文武百官來到了城外的圍場，容不下和我也跟着來了。容不下穿着3層軟猬甲，頭上戴着鐵鍋頭盔，懷裡揣着10把匕首，手裡還拿着1把菜刀，看起來滑稽又可笑。我則穿着一身勁裝，腰間掛着暗器帶，背後背着1把大刀。6位師傅則混在侍衛隊伍裡，隨時準備行動。狩獵開始後，三皇子按照計劃假裝去打獵，帶着自己的親信離開了大部隊。宰相則留在皇帝身邊，準備隨時接應。
沒過多久，遠處傳來了喊殺聲，三皇子帶着5000私兵向圍場殺了過來。父皇，不好了，三皇子謀反了！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我們快跑吧！皇帝嚇得臉色發白，躲在太子身後。太子卻鎮定自若地說：“父皇莫慌，兒臣早有準備。”他話音剛落，周圍突然湧出了1萬禁軍，將三皇子的私兵團團圍住。三皇子臉色大變：“怎麼可能？禁軍統領明明已經被我買通了。”你說的是那個貪財的李統領嗎？他早就被我抓起來了。現在的禁軍統領是我的人。宰相見势不妙，立刻拔出刀架在皇帝的脖子上。都不许动！誰敢动，我就杀了皇帝！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從旁邊衝了出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一把抓住宰相的手腕，用力一擰，只聽咔嚓一聲，宰相的手腕斷了，刀掉在了地上。我一腳把宰相踹倒在地，踩住他的胸口。老東西，還敢挾持陛下！三皇子見宰相被抓，知道大势已去，轉身就跑。想跑？沒那麼容易！我大喝一聲，追了上去。三皇子的武功不低，他一邊跑一邊回頭射箭，我靈活地躲過箭雨，很快就追上了他。兩人打了起來。三皇子沒想到我的武功竟然這麼高，沒過幾招就被我一腳踹倒在地。我拿出繩子把三皇子綁了個結結實實。我拍了拍手，笑着說：“搞定！”就在這時，遠處傳來了一陣震天的吼聲。只見白靈帶着他的猛獸軍團衝了過來，老虎、獅子、豹子在戰場上橫衝直撞，把三皇子的私兵嚇得魂飛魄散，紛紛扔下武器投降。不到1個時辰，叛亂就被平定了。皇帝看着被綁在地上的宰相和三皇子，氣得渾身發抖。你們兩個狼心狗肺的東西，朕待你們不薄，你們竟然敢謀反！來人，把他們拉下去，凌遲處死，株連九族！宰相和三皇子面如死灰，被侍衛拖了下去。叛亂平定後，皇帝重賞了有功之臣，太子被立為储君，容不下被升為吏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銜，我被封為安平縣主，6位師傅也都得到了重賞。回到御史府，容不下終於鬆了一口氣，他摘下頭上的鐵鍋頭盔，擦了擦頭上的汗。嚇死爹了，還好我們贏了。我笑着說：“爹，我說過吧，我們一定會贏的。”容不下點點頭，突然又想起了什麼，緊張地說：“對了，蓉兒，我們趕緊把暗道再挖深一點，萬一還有人謀反怎麼辦？”爹，你能不能盼點好的？叛亂平定後，京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。容不下當上了吏部尚書，成了朝廷的一品大员，但他還是像以前一樣膽小怕事，清正廉潔。每天上朝，他還是戴着那個鐵鍋頭盔，文武百官都已經習慣了，沒人再笑話他。畢竟這位看起來慫兮兮的尚書大人，可是親手扳倒了宰相和三皇子的狠人。我則成了京城最炙手可熱的姑娘。我不僅長得漂亮，武功高強，還被封為了縣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一個當吏部尚書的爹和6個神通廣大的師傅，每天來御史府提親的人絡繹不絕，把御史府的門檻都踩破了。有王公貴族的公子，有文武百官的少爺，還有狀元郎、探花郎，一個個都長得英俊瀟灑，才華橫溢。但我一個都看不上。我覺得這些公子哥都是嬌生慣養的廢物，連一隻雞都殺不死，根本配不上我。而且我還有一個絕招。這天，鄭國公的世子來提親，這位世子長得一表人才，文武雙全，是京城無數少女的夢中情人。哎呀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一路辛苦了，快上座上座。我那女兒啊，已經在後院等候多時了。我從後院走出來，手裡拿着一把大刀。想娶我可以，不過得先過我這一關。世子自信地說：“縣主請講，別說一關，就是10關100關，我也能過。”好，你跟我大師傅打一架，只要能在他手下走過10招，我就嫁給你。柳紅英從旁邊走出來，抱着胳膊，冷冷地看着世子。世子的臉色瞬間白了。這位前邊關女將軍，武功天下第一，別說是10招，就是1招都接不住。世子猶豫了半天，終於咬咬牙說：“我突然想起來，我還有點事兒，先走了。”說完，他轉身就跑，連帽子都跑掉了。你看看你，這麼好的親事又被你攪黃了。爹，他連大師傅1招都接不住，以後怎麼保護我？誰要他保護你啊？你保護他還差不多。第二天，新科狀元來提親，這位狀元郎才華橫溢，出口成章，深得皇帝的賞識。容不下又對他非常滿意，拉着他的手，跟他討論詩詞歌賦，聊得不亦樂乎。我走出來，手裡拿着一個機關盒子。想娶我可以，只要你能在1個時辰內打開這個盒子，我就嫁給你。這有何難？我3歲就能背《論語》，
5歲就能寫文章，哼，一個小小的盒子還能難倒我？他接過盒子，開始研究起來。可是他研究了半天，不僅沒打開盒子，反而觸發了機關，被盒子裡噴出來的痒癢粉噴了一臉。狀元郎瞬間覺得渾身奇癢無比，忍不住撓了起來，越撓越癢，最後在地上打滾，醜態百出。怎麼樣？打開了嗎？狀元郎一邊撓一邊說：“我認輸。”說完，他連滾帶爬的跑了，容不下氣的吹鬍子瞪眼。你又把人家嚇跑了，你到底想找個什麼樣的？我想找一個能打得過我，能拆得了3師傅的機關，能跑得過2師傅，能識破4師傅的易容，能和5師傅的動物做朋友，還能比6師傅更聰明的人。那你還是一輩子別嫁人了，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。不嫁人就不嫁人，我有爹和6位師傅陪着，过得開心的很，幹嘛要嫁人？容不下嘆了口氣，也不再逼我了。他知道我的脾氣，一旦決定的事，10頭牛都拉不回来。除了嚇跑提親者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帶着6位師傅在京城到處行侠仗義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個惡霸在欺負一個賣菜的老農，上去就把惡霸揍了一頓，還把惡霸的衣服扒光，讓他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了一圈。還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個貪官在酒樓裡大吃大喝，揮霍民脂民膏，就半夜偷偷潛入他家，把他們搶的金銀珠寶分給窮苦百姓。那個貪官第2天發現家裡被盜，氣得當場暈了過去。我還在京城開了一家霸王花學堂，專門教窮苦人家的孩子讀書寫字，還教他們武功和自保的本領。學堂裡的孩子們都非常喜歡我。蓉兒姐姐，容不下每天還是擔心我的安全，給我準備了各種離譜的保命裝備，比如能當盾牌的鐵鍋帽子，能發射暗器的繡花鞋，能當降落傘的披風，還有能在水裡呼吸的竹筒。我雖然覺得這些東西很可笑，但還是都收下了。我知道，這都是爹對我的愛。6位師傅也都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生女兒，捨不得離開我。柳紅英每天教我練武，蘇飛燕教我逃跑技巧，莫玄機教我機關暗器，花想容教我易容術，白靈教我馴獸術，蘇瑾教我收集情報。御史府裡每天都充滿了歡聲笑語，過得熱鬧又幸福。傳報士兵渾身是血，連滾帶爬衝進金鑾殿，奏折啪的拍在龍案上，字跡都被血浸透。北狄10萬大軍破城，3座城池失守，沈大將軍被困邊關，糧草斷絕，請求朝廷火速支援。滿朝文武瞬間炸鍋，你推我搡，沒人敢吱聲。誰都知道北狄這群蠻夷燒殺搶掠無惡不作，前3位出征的大將軍全成了他們的刀下鬼。皇帝氣得龍顏大怒，朕養你們這群飯桶何用？邊關百姓身處水火，竟無一人敢出征。百官齊刷刷跪地，頭埋得比胸口還低，連大氣都不敢喘。就在這死寂時刻，陛下，臣女去。眾人猛地抬頭，只見我一身勁裝，背後扛着大刀，大步走出隊列。3年時間，我早已不是當年的胖丫頭，眉眼凌厲，身姿挺拔，渾身透着不好惹的氣場。蓉兒，你瘋了！那北狄是吃人的豺狼，你一個姑娘家去了就是送死啊！這是爹給你準備的保命神器——防箭的鐵鍋披風，能炸的醬肘子，還有塞嘴裡就能假裝死的假血包。實在打不過就跑，爹在清溪給你留着暗道。滿朝文武看得目瞪口呆，我扶額嘆氣：爹，我是去打仗，不是去逃難。再說了，有我6位師傅在，別說北狄10萬大軍，就是100萬，我也能把他們揍得哭着喊娘。柳紅英上前一步，抱臂而立：陛下，臣女願隨蓉兒前往，定保邊關無虞。其餘5位師傅也齊聲應和，個個眼神銳利，氣場拉滿。好，朕封你為鎮邊先鋒大將軍，賜5000精兵，朕在京城等你凱旋。第2天一早，我帶着6位師傅和5000精兵，浩浩蕩蕩出征。蓉兒，記得吃醬肘子，打不過就跑。爹給你挖好暗道了。我揮揮手，翻身上馬，心裡又暖又好笑。這爹永遠把保命放在第1位。我們日夜兼程，5天就趕到了邊關。遠遠就看見城牆破了個大洞，單傲雪渾身是傷，拄着長槍站在城樓上，身後的士兵個個面黃肌瘦，連握刀的力氣都快沒了。蓉姑娘，你可來了！北狄天天攻城，我們糧草快斷了，再守不住，這城就沒了。我跳上城樓，往城下一看，北狄士兵光着膀子，
舉着大刀嗷嗷叫：“城裡的縮頭烏龜，趕緊開城投降！不然老子把你們全砍了，搶光你們的女人和糧食！”我冷笑一聲，扯開嗓子喊：“你爺爺我在這兒，有本事就上來，看我不把你那滿臉橫肉剁下來餵狗！”北狄先锋气得暴跳如雷，揮刀大喊：“攻城！給我衝！誰先拿下那小娘子的人頭，賞黃金100兩！”急什麼？三師傅，給他們整個開胃菜！莫玄机點點頭，按下城牆上的机關，只見城牆縫隙裡瞬間噴出无数帶着臭豆腐味的辣椒粉，還有一個個圓滾滾的放屁彈，落地就炸。臭屁燻的北狄士兵當場乾嘔。吴師傅，該你的了！我大喊一聲，白灵吹了一聲口哨，只見遠處黑壓压一片衝過來，不是什麼老虎獅子，竟是上千只清溪土狗、大鵝，還有幾十只山羊。土狗追着北狄士兵咬，大鵝擰着他們的耳朵，山羊頂着他們的屁股，場面混亂的像菜市场。北狄士兵被整得哭爹喊娘，連刀都拿不住。我趁機揮刀跳下城樓，身形一閃，就衝到了先锋大将面前。那家伙還沒反應過来，我一刀就砍斷了他的大刀，反手揪住他的头髮，把他的臉按在地上摩擦。說，還敢不敢嚣張？再敢搶百姓一粒糧食，我就把你扔去餵狗！先锋大将被按得鼻青臉腫，连连求饒：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我一把将他扔出去，大喝一声：“冲啊！把這些蠻夷趕回老家！”5000精兵加上我的動物軍團，一路追着北狄士兵打，殺得他們丟盔棄甲。可沒等我們喘口氣，蘇景吉匆匆跑過來：“不好了，北狄國王親自帶8萬大軍來了，還放狠話，要把你扒皮抽筋，踏平边关！”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。二師傅、三師傅，咱們玩個大的。當天夜裡，蘇飛燕帶着輕騎兵偷偷潛入北狄軍營，把莫玄機特制的瀉藥粉全撒進了他們的糧草和水裡。白靈則帶着動物軍團在軍營外圍埋伏，就等第二天收網。第二天一早，北狄國王帶着大軍攻城，剛喊完口號，就聽見軍營裡傳來一片哀嚎。北狄士兵們個個捂着肚子，蹲在地上拉肚子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軍營裡臭氣熏天，比莫玄機的臭豆腐炸彈還难聞。衝！我一声令下，帶着大軍衝了出去。北狄士兵們毫無还手之力，要麼蹲在地上拉肚子，要麼被土狗追着咬。北狄國王嚇得魂飛魄散，騎着馬就跑。我翻身上馬追了上去，一把揪住他的馬尾，把他從馬背上拽下來，摔了個狗啃泥。我踩着他的後背，想跑，搶我們大楚的城池，殺我们大楚的百姓，今天就讓你付出代價！北狄國王嚇得渾身發抖，連連磕頭：“我錯了，我再也不敢侵犯大楚了。我願意稱臣納貢，每年送牛羊萬頭，求你放我一條生路。”哼，早這樣，何必吃苦頭？記住，大楚的土地1寸都不能少，大楚的百姓一個都不能欺。再敢來犯，我就端了你的老巢！北狄國王連連應和，帶着殘兵敗將，灰溜溜地逃回了北狄。邊關大捷的消息傳到京城，皇帝親自帶着文武百官在城門口迎接我們，百姓們夾道歡迎，敲鑼打鼓，把鮮花和雞蛋往我們身上扔。皇帝握着我的手，激動地說：“蓉兒，你真是大楚的功臣，朕分封你為鎮國公主，賞黃金10萬兩，錦緞1萬匹。你想要什麼，朕都滿足你。”我搖搖頭，笑着說：“陛下，臣女不要公主之位，也不要黃金1萬兩，臣女只想回清溪縣，陪着我爹，守着清溪的百姓。”皇帝深受感動，只好答應。我翻身上馬，朝着清溪縣的方向奔去。我知道容不下一定在門口等着我，手裡還拿着他的鐵鍋，還有我最愛的醬肘子。而我這趟出征不是為了功名利祿，只是為了守護我想守護的人，守護大楚的每一寸土地，守護天下百姓的安寧。